习近平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视频会晤，这是三国领导人3个月内再次举行视频峰会。中欧之间的频频对话体现出怎样的高度政治互信和密切战略沟通？美国总统拜登近期频繁向欧洲盟友施压，导致中欧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敏感时间点，中法德领导人的积极互动，美国会如何解读？吴健在线分析。香港警方瓦解以港独组织策划的恐袭，共拘捕9人。该组织分工精密，已明确计划利用炸药袭击包括香港法院、海底隧道在内的公共设施，令人发指。香港黑暴残余势力转向地下，如何彻底铲除潜在恐袭威胁？杨辉详细分析。详细的焦点分析稍后为您一一呈现，不要走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今天举行，此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100周年之际举办的重要多边外交活动，旨在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共同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带来的挑战，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理念和能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一起努力，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共产党将同各国政党一道，通过政党间协商合作，促进国家间协调合作，在全球治理中更好发挥政党应有的作用。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表示，很高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同来自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等领导人，逾万名政党和各界代表共聚云端，探讨为人民谋幸福与政党的责任这个重大命题。这段时间，17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发来了1500多封贺电、贺信，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友好情谊和美好的祝愿。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更加密切。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促进经济复苏，维护世界稳定，国际社会做出了艰苦努力，各国政党做出了积极探索，展现了责任担当。同时，一些地方战乱和冲突仍在持续，饥荒和疾病仍在流行，隔阂和对立仍在加深，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呼声更加强烈。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档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互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习近平强调，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针对政党的努力方向，习近平提出要担负起5个责任。第一，要担负起引领方向的责任，把握和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第二，要担负起凝聚共识的责任，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第三，要担负起促进发展的责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第四，要担负起加强合作的责任，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第五，要担负起完善治理的责任，不断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一起努力，让梦想照进现实，让行动成就未来，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共产党将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为人类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做出新贡献。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多边主义践行的好一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就会解决的好一点。国际规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应由少数人来制定。习近平重申，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将坚定不移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共产党将同各国政党一道，通过政党间协商合作，促进国家间协调合作，在全球治理中更好发挥政党应有的作用。习近平在主旨讲话的最后强调，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领导人峰会的参与规模可谓是史无前例，这也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始终在落实与其他政党互学互鉴，坚持与其他政党分享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秘诀。此次峰会是习近平首次同全球政党领导人举行线上会晤，也是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习近平首次面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切和关心。无论是从出席政党领导人的国别层级，还是从线上线下参与程度、云端围观的中外嘉宾的数量，本次峰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据统计，160多个国家500多位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报名参会，其中许多是担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职位的政党领导人。逾万名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代表报名，希望通过视频连线或者网络直播方式听会。130多个国家驻华大使或临时代办也在北京参会。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之后有利于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发展进程，传递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领导中国的发展快速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这么一个过程这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主动作为，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关于中国之治、中国智慧、中国思维的一个重要举措。相关的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你好，那么今天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为什么世界都很关注呢？主持人好，今天举行的政党峰会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呢首次面向国际社会，特别是面向全球政党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切和关心，积极回应各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期待，并且呢同与会的世界主要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一道，共商团结合作与未来发展的大计。中共100年华诞已经引起了世界关注，现在这个100年大党与世界政党进一步的交换意见，阐述对政党的与众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备受世界关注。今年政党峰会的主题呢是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这已经呢翻新了传统的政党观念，并且就政党政治给世界各国呢提供了新的这个思考的警戒。传统意义上讲呢，或者是从西方政党政治的认识角度看，这政党呢是选举工具，政党呢是一种权力组织，政党是谋求公职的工具，政党呢是人民控制政府的团体，这些呢都是选举体制下的政党概念。但是在中国，这政党呢是人民利益的表达渠道，政党的责任是为人民谋幸福，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理念和能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呢为政党政治开辟了新的警戒。那么这次政党的峰会这个引起世界关注的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传统的外交呢是以国家为主题，所谓的国际交流、国际合作，
而2017年举行的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到今年的政党峰会，则开辟了外交新的路径，凸显了党际交流、党际外交的重要性，可以超越国际局限，更好地聚合人类共识，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好的，谢谢陈斌先生再下来我们分享您的观点。7月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峰会。这既是时隔2个多月之后三国领导人再次对话，也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之后，习近平首次出席国际多边外交活动。如何牢牢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这次视频峰会向世界释放了丰富信息。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复苏前景不明，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尊重、精诚合作，而不是猜忌对立、零和博弈。希望中欧扩大共识和合作，为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中欧关系未来如何发展，习近平提出坚持正确相互认知，扩大互利共赢合作，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及坚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等4点建议。习近平强调，中国最希望的是发展好自己，而不是取代别人。中方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要创造更多共同发展的机遇。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对话合作，同时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欧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真正体现战略自主，共同维护好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马克龙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法方致力于以务实的态度继续推进对华合作，支持达成欧中投资协定，加强人文交流，欢迎中国企业投资法国。默克尔表示，祝贺中方克服疫情影响，实现经济恢复发展。德法中领导人保持交流非常重要，德方愿同中方就促进疫苗公平生产分配、恢复人员和贸易往来加强协调合作。欧中关系非常重要，双方共识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应该相互尊重，通过加强对话减少分歧。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问题很多啊，气候变化呀，环境保护啊，很多事情，这需要合作啊，需要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这样呢才能这个解决这些世界上这个国际上的这些重大问题啊。所以呢这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搞这个小圈子，搞这个挑动对抗啊，这是这个不利于这个全球事务的解决啊，也不利于这个欧洲的利益，当然也不利于这个中国的利益。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要强调，要搞这个真正的多边主义。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6次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5次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保持密切沟通。除了在 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领导人气候峰会等多边外交场合隔空相见之外，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去年12月30号、今年4月16号举行视频会晤或峰会，谈的都是涉及中欧关系发展方向、中欧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大事。有观察指出，从今年4月在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到此次峰会指出牢牢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习近平高度重视中欧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性，把稳中欧关系方向盘也得到了马克龙和默克尔的高度认同。中欧之间的频频对话正是体现了高度政治互信和密切战略沟通。外界注意到，在美国费尽心思试图拉欧洲盟友对抗中国，以及欧洲内部出现一些对华不理性声音的背景下，中法德领导人向外界发出合作的坚定信号，备受各方关注。英国路透社援引默克尔办公室的声明说，三国领导人就欧盟与中国关系交换意见，并讨论了国际贸易、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问题。此外，对话还围绕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疫苗供应以及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展开。接近马克龙的消息人士说，三国领导人呼吁参与伊朗核谈判的各方抓住机会达成协议。
美国彭博社评论说，近期美国总统拜登频繁向其在欧洲的传统盟友施压，导致中欧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个别欧盟领导人和政客也以所谓的人权问题批评中国。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欧一直努力维持合作，特别是默克尔和马克龙主张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中间立场，强调中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新冠肺炎疫情至关重要。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指出，中欧关系今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些波折，在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欧洲议会冻结了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试图以此压中国让步，形成了中欧之间罕见的僵局。这些显然是华盛顿乐见的。拜登政府一直敦促欧洲配合美国的对华打压，并把人权作为美欧对华政策的交集点。然而，华盛顿想无限扩大这个交集点可没那么容易。习近平与马克龙、默克尔谈了中欧合作、大国关系、多边主义、国际贸易、抗疫合作、全球疫苗供应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就非洲议题交换了意见，内容非常丰富，显示了中欧关系所涉领域的宽阔。评论进一步指出，随着全球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的变迁，在对美国霸权的依附方面，欧洲至少是老欧洲的程度在减弱。他们不可能像日本、澳大利亚那样，将盛衰及安危都吊死在美国这棵树上，让欧洲为美国霸权做出重大自我利益牺牲。这样的地缘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觉得美国的图谋呢，可能得逞一时，我觉得他不会得逞。从这个长远来看的话，欧洲呢不会这个毫无这个意愿毫无目的的这个跟随美国的行动不会这个为美国马首是瞻，因为实际上欧洲对美国的这个不信任感也在这个上升这些做法呢，我觉得从长期来看，这个欧洲的自主性还会这个进一步的上升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美国呢在造一些声势，但最终欧洲还会自己做出这一个独立的判断。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你好，那么这一次三方视频峰会恰好发生在中共庆祝建党100年之后，而且是3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就应对全球性挑战发出合作优先的声音。那您对此怎么来看呢？我们不妨把2张照片结合起来看。这一张是昨天视频连线的画面，3位领导人用现代技术进行洲际交流。那么再看这一张，19年上海进博会，习主席作为东道主和马克龙探讨中欧加强合作的前景。请注意那一次，我们所接待的马克龙访华团可不全是法国人，而是包含了德国部长还有德国企业主的泛欧访华团。尤其马克龙在和我们交流时，多数时间都不说法国和中国怎么样，而是欧洲与中国，在中国面前塑造一张统一的欧洲面孔。我为什么强调这些细节呢？因为中法德3国今天无论是双边交往还是多边交往，欧洲因素、欧洲视角的影响越来越浓，要求我们要跳脱出传统对法对德交往的思考维度。众所周知，欧洲虽然富裕发达，但缺乏政治自主，迷信外交盲从，导致一系列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被边缘化。难民危机如此，新冠抗疫如此，5G 开发、贸易自由、气候变化亦如此。尤其身为欧洲发动机的法德，因为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喊一嗓子我回来了，便不加思索地拥抱过去，在涉疆、涉港、涉台等等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攻击我们，实在是无视中欧彼此全面战略伙伴的最大公约数。让人欣慰的是，这次3方峰会实际以法德为一边，欧盟2大主导国坦率地承认中国的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再次确认了以务实态度推进对华合作，特别是从易到难，先就符合各自利益的投资贸易便利性、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问题加强沟通协调，甚至还谈到了如何支持非洲发展。这说明经过领导人把舵，中欧关系仍把握住了大前提，就是握手而非对抗，才能应对全球挑战。
那么大家最为关心的是，欧洲一体化动力不足，美国又大力在中欧关系中注入消极因素，特别是因欧洲议会反华情绪绑架而搁置了的中欧投资协定批准进程。那么您认为这次峰会之后会有改善吗？我个人看法，尽管今后欧洲还会和中国有一些摩擦，但包括法德在内的欧洲主流各国仍会努力改善对华关系，尤其经贸关系。就像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肯普夫说的，中国或许是欧洲系统性竞争对手，但它一直是欧盟的重要伙伴。欧洲工商界对中国的兴趣现在不是减少，而是增加。除了中国是巨大的销售市场，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环境特别适合研究和创新，而且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就像欧盟外交安全代表博雷利说的，没中国参与，我们就创造不了多边世界。我还记得中国欧盟商会一份调查结果也清楚地证明，不仅是庞大的中国中产阶层，哪怕是那些刚刚脱贫成功的中国农民，都是欧洲企业未来可期的庞大客户，其总数足足有快10个亿。与之相比呢，欧盟总人口才4.5个亿，美国才3.3个亿。就像中国欧盟商会的副主席夏兰说的，尽管受政治因素冲击，欧中贸易关系有时候要在黑暗中摸索，但欧洲依然对基于规则的自由多边贸易，对欧中稳定的双边交流保持信心。这种态度实际上相当于否决了美国对华脱钩或者小院高墙的经济方针，也拒绝了在欧盟内落实美国对华制裁的想法。就像欧盟代表博雷利所强调的，布鲁塞尔不认为中国正在威胁世界和平，相反，没有中国的参与，欧洲就无法参与创造多边世界。好的，非常感谢吴健先生在上海演播室的在线解读，谢谢。美国掀起新一波所谓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中国肆意抹黑。一些西方学者以科学为基础仗义直言，却遭到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压，甚至受到死亡威胁。美方将疫情政治化，到底在怕什么？直播港澳台正在播出。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来，香港社会实现了由乱及治，社会秩序也恢复平静。但这并不代表反中乱港势力放弃了蓝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就强调，危害国家安全风险仍然存在，风险来源包括外国势力、市民守法意识脆弱、对社交媒体欠监管等。黑暴已经变成隐蔽式行为。当天，香港警方国安处宣布拘捕9名港獨組織成員，涉嫌製作爆炸品。喺尖沙咀區內一個嘅賓館呢，係搗破咗一個製造爆炸品嘅實驗室，亦都咧係拘捕咗好多嘅人嘅。嗱，呢一班嘅被拘捕嘅人士咧，其實係所屬一個嘅激進嘅港獨組織，係名叫光城者。亦都咧，佢哋係策劃咗一個嘅恐怖嘅襲擊嘅。香港警方国安处周一在多区采取行动，检获制造高爆炸性爆炸品 TATP 的器材、少量炸药及少量化工原料、大量通讯器材、气枪和一批现金。警方指，光城者年初开始活跃，组织分工精密，包括有金主，并有行动指南，策划在公共设施，包括在汽车、垃圾桶、海底隧道、铁路及法庭放置土制炸弹。警方形容计划已进入实践阶段，计划本月上旬发動襲擊。佢已經有足夠嘅資金咧，去實行佢呢個計劃。佢嗰個嘅行動咧，亦都好詳細嘅，直頭咧好似有一本嘅行動指南，每一步係點樣做，點樣放炸彈啊，跟住如何係離開啊等等嘅嘢咧，一步一步都寫得好清楚嘅。而且多次去到唔同嘅法院咧，係進行勘察，甚至係攝影作為記錄。喺鬧市之中咧，去製造一個土製炸彈嘅實驗室咧，其實係十分瘋狂啊！我估大家都會贊成咁講法，而且係好不負責任嘅行為嘅。香港警方國安處以香港國安法第24條串謀策劃使用炸彈，意圖造成社會危害活動罪，共拘捕5男4女，年齡介於15至39歲，當中6人是中學生，還有大學管理層人員、中學職員和網上平台出租車司機。消息指，大學管理層人員來自浸會大學，6名中
中学生来自不同学校，警方相信激進港獨組織透過網上社交平台和街站接觸他們。咁咧，我哋發現到咧，呢個小組咧就好刻意咧，係揾一啲人打算啊，就嚟離開香港嘅中學生咧，就去犯案啊，俾一啲嘅錢佢，要嚟做一啲嘅任務，並承諾佢哋咧，如果離開咗，如果係能夠做完呢個行動之後咧，係會盡快安排佢立即離開香港嘅。點解會有人會用一啲咁嘅理由去引一啲嘅青年人去做一啲咁嘅嘢嘅咧？啊！呢一樣嘢佢有冇考慮過？究竟對我哋嘅社會個危害會係幾大嘅呢？李桂華還指，部分證物在被招攬的中學生的處所搜出，包括外國用的電話卡約1萬港元外幣，不排除是讓他們逃離香港時所使用。另外，警方還凍結約60多萬港元資產。事實上，這起案件並非孤立。近期有人企圖在禮賓府縱火，特首辦事處等還收到白色粉末，以及警方在街頭截獲仿製槍支，甚至還有人在網上揚言要殺害政治人物。一連串事件為香港社會敲響了警鐘。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周二下午受訪時強調，民眾千萬不能同情恐怖分子，而是要譴責及舉報，當局會跟進調查。他說，同情者很快會變支持者，而支持者之後會很快成為恐怖活動參與人。鄧炳強也表示，不停有人挑動民眾繼續支持或同情恐怖分子，他對此感到憤怒。我哋唔單止要譴責呢啲係進行恐怖活動嘅人，亦都要譴責呢啲咧包庇佢，甚至美化佢或者淡化呢啲人。我哋唔單止要恐怖分子成為過街老鼠，我哋要呢啲支持佢嘅人呢，企圖淡化嘅人呢，都係成為我哋嘅過街老鼠。市民個個見到呢，都係要去譴責佢嘅。要清除這種恐怖主義的氧氣和養分。因此呢，對於一些這種教唆這個煽動，還有呢鼓吹的這樣一種恐怖主義的言論，它不在這個言論自由的範圍內，也應該進行堅決的取締。這也是對這個恐怖主義的這個根源啊，進行一種鏟除式的、深挖式的這樣一種反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周二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1年以來，止暴制亂成效有目共睹，毋庸置疑。但他強調，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安寧、威脅市民人身及財產安全的風險仍存在於香港。有關風險來自3方面，包括外國政客肆意詆毀香港國安法，連同涉嫌潛逃的犯罪分子等在境外興風作浪，挑戰特區政府權威，挑動港人情緒。其次，市民的守法意識因為長期被別有用心聲稱違法達義的歪念而變得薄弱。另外，社交媒體欠缺監督規管，長時期發放虛假消息，美化暴力，散播仇恨中央、特區政府及警隊的思想，令部分人變得激進、極端，甚至做出違反人性的行為。曾經令到香港飽受創傷嘅黑色暴力，只係從一啲群眾式嘅地面活動，變為咗一啲隱蔽形式嘅個人化嘅行為，將會成為香港呢個城市嘅隱患。要應對呢啲風險，當然係需要多方面嘅努力。執法嘅部門將會繼續全力調查，令到呢啲違法者係唔可以喺法律之外。我哋一定會係繩之於法。周一，香港特區律政司還舉辦國安家好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邀請國內外及本地法律界精英聚首一堂，聚焦研究討論香港國安法的條文及實踐。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未來會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推進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確保全面理解、全面推進和全方位實踐，務求做到維護國安人人有責。與香港國安法同為香港未來發展定海神針的，還有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這是由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實現的。接下來，香港特區將面臨3場重要選舉，首場就是9月舉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選民登記周一截止，本月18號會有臨時選民登記冊。林鄭月娥指，預料合資格選民約1萬人，初步了解已有超過9000人登記。換句話說，今次個選民登記率呢係會超過90%啊！咁反映咗喺經完善嘅選舉制度之下，呢個廣泛代表性同埋均衡參與呢都係受到呢啲選民呢係支持嘅。
林郑月娥周二还宣布委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担任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另有3名官方成员，包括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3名非官守成员及非官方人士担任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包括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至於3位非官守嘅成員呢，係完全符合我哋當日講嘅要求，佢哋係對國家忠誠，對香港負責，有承擔，而且3位都唔會係選舉委員會裏邊嘅委員，亦都冇政黨背景，社會地位崇高。根据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将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委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此前表示，做出这一设计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管制架构之外，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立法会议员、选委会委员都是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确保香港的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体现了在新的这个形势下，这个中央的全面管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的一种有机结合，是一种新的这样一个结合方式。那么呢，由他们这一些精通政务对祖国忠诚的这些组成的这样一种审查委员会来做这个，来落实这个精神的结合呢，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近期，美国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持续增加，疫情大有抬头之势。但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此刻却还在乐此不疲地掀起新一轮所谓武汉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的阴谋论。与此同时，一些敢于直言并明确反对病毒泄露论的学者，却被贴上异己标签，遭到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压。早在去年3月，就有27名国际病毒学家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暗示新冠病毒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但遗憾的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的不断操弄下，这些敢于说真话的学者接连被媒体爆出，正遭到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压和毫无道理的人身攻击，甚至包括收到匿名恐吓信，不得不删除社交媒体账号等。首当其冲成为风暴中的人物，就是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疫情爆发初期，他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对病毒人造、武汉实验室泄露等论调。然而，在新一轮病毒溯源调查的背景下，福奇在重压和种种攻击之下，立场出现摇摆。此外，今年1月曾随世卫组织专家组赴武汉进行联合溯源研究的美国科学家彼得·达萨克也正经历类似的遭遇。达萨克去年6月曾在英国《卫报》撰文呼吁不应对新冠源头采取阴谋论的态度。今年2月，当《纽约时报》等一些美国媒体大肆炒作所谓病毒泄露论后，达萨克随即在推特上辟谣称，这不是我在世卫组织任务中得到的经验。作为动物和环境工作组的负责人，我感到中国同事们是坦诚并值得信任的。我们得到了重要的新数据，也了解了更多关于病毒传播途径的信息。然而，达萨克尊重科学的诚实态度，却使他遭到来自美国政坛的威胁，不得不退出了新冠病毒溯源的研究项目。今年6月，《柳叶刀》在其官网发布声明称，达萨克已回避了新冠病毒委员会关于病毒起源的调查工作。一名在压力下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科学家表示，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任何参与溯源工作的科学家只要不同意实验室泄露的论调，就会遭到攻击。目前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右翼群体中。在澳大利亚，也有科学家因为说实话而遭到政府调查与极端分子网络攻击，甚至是死亡威胁。
去年4月，悉尼大学传染病与生物安全研究所教授爱德华·霍尔姆斯曾在该大学官网上发布声明称，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的实验室。随后，他还多次发表专业解读，却为其带来不少麻烦。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后来经常遭到澳大利亚政府的调查，收到多封装有真实子弹的匿名恐吓信，威胁其若继续发表类似观点，将受到更大打击。目前，爱德华因压力过大正接受心理治疗，已无法进行正常科研工作。就在澳大利亚本国科学家因发出正义声音而遭到打击报复之时，其国内媒体还在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抹黑。日前，澳大利亚人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在2011年、2016年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提交的官方文件中，讨论了人工合成病毒，将病毒作为基因武器并实施隐蔽攻击等理论，还提到实验室人工合成病毒如操作失误，将给人类造成巨大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报道中所说的文件是中方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提交的关于生物科技发展的报告。报告介绍全球生物科技发展情况，许多研究其实是美国开展的，包括美国科学家人工合成病原体等情况。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实施者和资助方，例如报道中提到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企图借此炒作新冠病毒阴谋论，非常可笑。我愿再次强调，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已得出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明确结论。根据世卫大会决议要求，按照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和建议，在更广范围内开展更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与合作，才是正确方向。针对部分美国政客及媒体捏造的新冠病毒系实验室泄漏一说，近日新华社制作的一期短视频节目火爆全网。Where this lab leak theory came from? Wait, is it from the American movies, such as The Hot Zone, Resident Evil, 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The movies can fully explain the reason why some U.S. politicians incline to think of a lab incident whenever there's a virus. They watch too many movies. Or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oked up this hypothesis due to its own secret experience of previous lab leak incidents? 主持人凭借秀丽开朗的气质和幽默风趣的表达，不仅俘获了大批国际铁粉，还以强有力的逻辑与例证对美国西方政客叫嚣的实验室泄漏论给予反驳。许多海外网友点赞道，该视频堪称对阴谋论的完美回应。更有海外网友评论猜测，与其以受电影影响这样的愚蠢借口当幌子，不如说是实验室泄漏或许就发生在美国，而美国政府如今就在急着找替罪羊。此外，该视频还指出了，在今年6月15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已显示，新冠病毒早在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出现。然而，对于这样的研究，渲染病毒实验室泄漏论的美国政客和媒体却避而不谈。赵立坚在周二的记者会上指出，加强实验室安全一直是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重点议题，而美国恰恰是全球生物实验室最多、最不透明的国家，也是唯一反对建立多边生物核查机制的国家。中方再次呼吁，美方应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对德特里克堡等境内外实验室的活动作出澄清，并开放接受核查。